美国以前的投过，那后来因为不赚钱，而且又做不好，所以最后通通离开这个行业。没关系，美国离开，中国来，这试试看，说不定很快可以攻克。如果突然之间，比如说苏州突破了 A 点，海宁突破 B 点，宁波突破 C 点，搞不好众志成城。就真的一睹万里长城就被他推倒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现在也要迎来一个有机会弯道超车欧美晶片的一个耶诞大礼了吗？压注在3个字上面，也就是这个矽光子哦。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这个科学原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呢，就是让现在主流这个是透过电子在电晶体之间流动啊，那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啊，然后也难以突破这个物理的摩尔定律等等的考验。那改成矽光子之后呢，就是让顾名思义，用光传输的资讯方式，可以让它的速度更快，耗能更低啊，所以被誉为是 AI 下一个大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底层逻辑，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那么，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产官学界对于这个矽光子都是非常有想法的，都卡位在这个赛道上疯狂奔跑，就是想看谁跑得更快，拉出一个领先的身位。我们来看到，包括上海啊最好的这个工科学院，上海的交大，他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团队哦，也在研发一个理论上呢，算力可以比现行的算力要高出1000万倍的这个 AI 光子晶片。当然这是理论上，不然这数字太可怕了。那包含民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矽光子的玩家都已经入局了，包含苏州的西联光芯、海宁的国科光芯，还有宁波的新速联光等等。其实大家现在都已经在开发这样新的技术了。那这个矽光子真的有这么强吗？从实验室走到量产，它还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么在这个 EUV 机被美国跟欧洲牢牢把控在手上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押宝在这个上面，然后完成一次弯道超车吗？想先问一下委员怎么看这个现在中国半导体的另辟蹊径？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颖的东西哈，我跟各位说明一下，矽光子我们每天都在用，比如说这个摄影机用光线转成电子讯号，我们的手机照相机里面在拍照片的时候，也是把光线转成电子讯号。那这个我们叫做互补式金属氧化半导体 CMOS。那 CMOS 啊，这个东西应用很普遍的，可是我们大部分都在做感光元件上使用，对，一直没有把它用到 GPU 里面去，没有把它用到 CPU 里面去。那这个才是真的所谓的 AI 运算用的。但是因为 CPU 啊，或者是 GPU 啊，它比我们那种感光元件啊复杂太多了，所以如何把这个同样的原理运用进去，理论上都可行，啊，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科学工程上面碰到很多的障碍，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来的这种矽晶电子改成这种光子呢？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那个 AI 半导体量很大，运算的时候老是靠电子跑，一定会发热。对，电子在铜基板上跑，一散发热，就要用大量的电力来降热，好，来这个做冷却。所以为什么说要搞核电厂？然后又很容易故障，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能够让光子在这里面跑，那这个原理就是我们以前的通讯大部分都是用电缆通讯，现在都改成光纤通讯了。那光纤通讯可行，可是要把它缩到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去，那这就一门高科技了哈。所以里面很多转折啦，而且要进行可以做张量运算啊。我们平常讲就是说向量运算。矩阵运算，向量到了张量运算，能不能那么顺利做到那一边？现在大家在攻克这个技术，理论上都 OK。那中国大陆很多哈，对，其实我所知道，台积电在10年前就开始做了，哦，10年前就开始做了。那可是到目前为止，要到达商用的阶段，似乎还有点距离。那这个什么时候会成功，真的没有人知道。就像说。大家在做大 AI 大语言模型啊，那个你想想看华为的盘古模型出来几年了？真的，好多年，可是大家都摸不到边，一直没有很成熟，一直到 OpenAI 这个起点出现了，出现了生成式的概念，而且做成功了，大家全部都转向，全部都转向，走向生成式了。所以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知道这些公司都很努力，但他们从周边的这些
晶片开始往中间做，做到可以做并行运算的 GPU， 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那其实理论上没有理由不能攻克，那可是，在实务上要到达可以跟现在市场上的细电子的晶片来比的话，似乎还那么一点距离这个，那当然有人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混合式的像电动车一样，我用混合电池，有人在考虑也有实验室做出来了，就是某一部分用细光子来取代，那没有办法全部取代，然后效能能不能被市场上接受，这个才是最大的考验，特别是在 AI 算力系统这么发达的情形底下，竞争这么激烈，人们的挑剔更严格，所以要到达那么严格的挑剔的标准。真的，大家一起加油。那中国当然投下去也不少。那美国以前有投过，那后来因为不赚钱，而且又做不好，所以最后通通离开这个行业。没关系，美国离开，中国来，这试试看，说不定很快可以攻克。那你说要我去预测多久可以攻克？我想业界没有人敢判断，因为它好多节点都还没有突破。但是如果突然之间，比如说苏州突破了 A 点。海宁突破 B 点，宁波突破 C 点，搞不好众志成城，就真的一睹万里长城就被他推倒了。我们都知道，今年川普总统抛出了这个对等关税的解放日，在全球的政经市场投下了一个震撼弹。但是原本说半导体也要被232这个条款来重点招呼没有想到拖了又拖，延了又延。最新的进展是呢，美国宣布可能要对中国的半导体这个课税，一路要延到2027年的6月才上路了。消息一出，这些中国的晶片股马上都应声大涨，因为好日子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过。好，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关税侠川普总统选择缩手？这个关税大刀都举起来了，结果延迟砍下去，是想帮美国的本土供应链来争取时间吗？还是说这是2027年美国背后有更大的陷阱？将军，其实拜登时代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晶片战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拜登时代的话，他对于那种先进制程，他是对中国是采取封锁管制的，但是对成熟制程来讲的话，他是采取用调查的手段。但是到了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个先进制程，目前我们看到它是开放了 H200它是逐步的开放，就是我有先进的一代来讲我可以开放我的这个次一代的晶片卖给中国，但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他就把它当作筹码化，然后来当作谈判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不要想说2027年才上路，这个那是他的谈判的一个手段。它非常的灵活。2027年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开始苛征这个关税？如果那时候苛征关税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它又有更多的谈判筹码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这次来讲，拜登时代它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它大概只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只是启动用301条款来启动调查。那调查的项目大概限于汽车，然后国防，还有这个电子。医疗这个等等这几个方面来做调查，但是到了这个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除了用301条款之外，他还加上232，也就是国安条款来加以调查，而且调查的项目包括到电子产品，他都将它列入调查对象。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川普来讲好像放松了，事实上不然，他调查的使用的法律来讲，比拜登时候更多，而且调查的项目来讲也更广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原来拜登的时候，在2024年12月，去年的时候，他只是调查完以后，他对于什么时候要开征关税，他并没有讲他并没有时间点，也没有税率多少都没有讲。但是到川普来讲，他就直接明的跟你讲，2027年就要开始这个开征这个成熟晶片的这个关税，但是税率多少，他现在还保留。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他不是跟中国示好，绝对不是因为。在韩国跟这个习近平两个见面之后，然后双方来讲的话，有一个关税贸易休战的一个协议，然后放松，而不是我觉得他只是说是更加增加他关税
的运用的一个筹码，更具备灵活性。因为他认为说是中国在成熟制程方面来讲的话，中国这个举全国之力，大力的发展成熟晶片，那对美国来讲当然造成很大的压力。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它现在美国也必须要有成熟晶片，因为它自己本身这个成熟晶片的产量并不足以。那大家要知道，中国虽然说没有先进制程做不出来，但是成熟晶片的产量却是雄霸全世界的。所以美国这个时候它放松，对它也第一个有利于它自己，第二个它可以当做谈判的一个筹码。好，接下来科技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突破性的消息，摩尔县城华山出鞘哦。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它的黑科技，这一个叫做花岗的 GPU 加持之后可以对标的是辉达的 Blackwell， 可以斩断辉达的 Q 打护城河吗？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摩尔县城在这几天发表了这个开发者大会，丢出了一个震撼弹，大家在看到它上面这个发表会上面，除了有产品之外，另外就是一份对准辉达，也就是美国科技霸权的这一份公开战帖。战帖是什么呢？赶快来看到，才完成了 IPO 之后，摩尔县城才隔几周的震撼弹。赶快来看到，它是以亮出了超过500项的授权专利，打造出一个全新的 GPU 架构，这个叫做花岗。好，这个黑科技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有什么样技术上的提升呢？包括在运算的密度上面大幅提升了50%，能源效率则是最高可以达到10倍。重点是它也可以一次撑起超过10万张显示卡的 AI 算力重集，是为了这个 AI 训练啊，还有它这种推论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设计。摩尔县城还一次推出了3款重量级的新产品，总共是3张牌。第一张牌就是华山，这个呢是说是对标了 Blackwell 之外，它这边主打的就是 AI 的讯推一体超智融合记忆体。存取容量更是超过了 Blackwell。第二个，它的第2张牌就是庐山，它的游戏卡的性能大幅提升了15倍。最后第3张牌是它推出的长江，整合了 CPU 加上 GPU。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这个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 Musa 它同步的升级，它被视为是未来是可以取代辉达 Q 打的一个重要方案。如果它全面自主化的话，等于 AI 领域是可以取代辉达的。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摩尔县城刚刚讲的亮出的2个新黑科技，一个是花岗。一个是华山厉害的地方，真的能够挑战 Blackwell 吗？还有辉达重返中国大陆之路，有可能就这样被封死吗？委员怎么看？中国大陆在发展这个 AI 的晶片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发展非常的迅速。而前段时间刚上市的木犀啊，它是拥有的是中国大陆第1款通用 GPU， 其他的都不是通用 GPU， 包括华为做的也是 ASIC 的 MPU， 通用的 MPU 这样子而已。然后对于这个辉达，因为它用这种通用的 GPU 啦，独霸全世界。现在摩尔县城站出来挑战它，是木犀以外的第2个。而它用所谓的花岗架构，其实就是 GPU 设计的架构，它取了很好听的浪漫的名字叫花岗，其实跟岗没有关，跟花没有关啊，这是单纯的一个新的设计架构。这个架构有什么特色呢？它在克服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台积电帮它加工，所以即使中芯国际在做的时候，它硬件的技术老是有天花板，就是卡住啊，耗能特别高，然后速度特别慢，所以他这样说，我硬件到不了那个水准，我就在软件上面的架构更改我的设计，那我就可以形成所谓10万卡大规模这个集群运算，10万卡我10万张摆在一起的效能，跟你一张跟你比枢纽，10万张比起来跟你差不多，未来50万张、100万张，那考不好就可以超过你哈，所以它是一种改变架构来这个弥补那个硬体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所以他把它取名叫花岗。根据这个花岗设计的架构，它产生出来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现在是可能是阿里山晶片哦。这个华山晶片是纯粹做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跟推理的。我们上次讲过训练跟推理有什么不同？那现在因为他知道它的训练跟推理的在图形渲染上还是有它晶片技术上的缺点，因为对
辉达来讲，它是一款晶片打遍天下，你图形 OK， 推理训练都 OK， 所以它单独的弄出一种图形的渲染的计算的，叫做庐山，叫庐山。所以2张卡把在计算，然后它从 Blackwell 得到这个概念。那我把 CPU， 因为每一个都要 CPU， 它只是 GPU 为主，要把 CPU 把它绑进去，所以就出现的 System on Chip， 我们叫 SoC。那 SoC 应该中芯国际做得出来了哈，或者长江存储应该有可能做得出来啊。那以这一款来做的话，它现在正式推出来。那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建立生态系统？什么叫生态系统呢？这个各种终端设备都能够跟我连线。那各种 APP 或各种其他程式会架构在我这个晶片上面，对啊，看有多简单讲，有多少人一起来用，我就有多大的市场。然后越用就越纯熟，越多人就越熟悉我的花岗架构啦，啊，或者我的 Musa 这个软体系统 ，Musa 就是它的操作系统，它跟 CUDA 一样都是操作系统。那如果我用的人多，我规模扩大了以后，我就会占有一席之地啊。那现在全世界当然是以辉达的 CUDA 做标准，那这个摩尔线程很有志向，武功练成啊，下山一拼，我觉得很好，应该大家都给他鼓励。但能不能完全取代这个辉达，我觉得还是有难题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说，它在中国大陆里面哈，要先经过内卷，有那个华为啦，有木犀啦，有这个摩尔线程，未来搞不好还有必润啊、穗源啊。他们怎么都取了有点像《封神榜》的名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哈。然后这些东西如果形成一个很大的生态链的话，它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内卷脱颖而出？那脱颖而出能不能走到国际上去跟辉达竞争？那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面，当你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竞争的对手，比如说我现在是亚洲奥运，我现在去跑这个奥运，对不对哈？世界奥运，那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他就取得了跟辉达全面竞争的一个门票。那如果打赢辉达，他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股票大王。好，确实哦。那所以 Musa 目前为止是要先在国内做一个竞争，接下来才可以看能不能跟辉达再做一个竞争，就是 CUDA。因为现在辉达其实最担心的确实就是 CUDA 被取代。那我们看到 Musa 它在升级的同时，它是可以透过程式码直接转回 Musa 的格式的。那但另外一方面，开发者也不用全部重写，这个是 Musa 它等等它目前拥有的一些优势。杨老师又怎么看？CUDA 其实是NVIDIA 针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 GPU， 这叫做通用图形跟计算模式的这种称呼。它是作为平行计算平台跟程式设计模型，然后让开发者能够用 NVIDIA 自己的 GPU 来达成这些通用计算跟图形的功能。那 Musa 现在发展出另外一套的，就是说比他认为说可以跟他相比拟的。可是我看到大陆这边自己本身的就是研究哈，Musa 跟 CUDA 之间的差别从3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技术代差多少呢？他们认为至少还差2-3代，也就是他们认为差一个摩尔线程，就用一个摩尔线程过去这10年的5年来的这个功力，还差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你看到摩尔线程用的是14奈米，而就是 NVIDIA 已经用到了是4奈米，摩尔线程用的是12奈米。那在生态建设上面呢，整个生态环境就所有的这些相关应用的层面，它差2个摩尔线程。那这个差的就更多了，对，因为你光是在技术差2-3代，你在整个生态运用层面差的就更多，因为它才刚出来嘛，而且5年来才做到，就做到什么？做到 NVIDIA 过去10年来走的路，NVIDIA 差不多是16年、17年，然后呢，在18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最新运用的 AI 这个 GPU， 所以摩尔线程其实是这个快速超车是没错，但是还有一代差距。然后呢，在产业链的自主第3个层面呢，又差一个摩尔线程。也就是说差大概5年的时间，大概整个你就看到其实有一段差距了在技术、在生态、
在这个产业链指的也会是在应用的这个层面。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以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内部的市场以及政策的提息，还有就是摩尔县城跟相关的这些中上下游，它过去的几年的快速超车的成效，我看到这2天在大陆召开就是两岸企业家峰会，那有一些台湾这边的这个企业家的观察是，未来3到5年，中国大陆会在 AI 晶片会有更快速的突破，所以讲的大概就是摩尔县城跟其他相关的，还有新凯莱，那指的是仪器的层面。是好，所以这一场中美科技战，我们刚刚看了，除了比较中美之间的这个软硬体之外，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大陆还有的优势就是现在在能源的发展上面，不管是它的发电量，或者是它的整体的成本，其实都是比美国还要更优势的。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发电产能是3300 gigawatts， 那美国是1260，整大陆是多了2倍。成本方面，大陆是1度电3美分，在内蒙古，美国的维吉尼亚是7到9美分。美国还有机会翻盘吗？在这一场中美 AI 大战上面，吕县长怎么看？无论是辉达的 CUDA， 或者是摩尔县城的 Musa， 不管你要是哪一种，你要成功的运作，你都要依靠的是电力。如果没有电力的话，万万不能。为什么？我们从这张图，也就是美国那个从2010年到2026年的一个电力需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原来的这一个都是线性发展，可是到了2023年之后开始跳跃，那也是爆发式的成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 AI 的一个世代了哦。那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之前2022年，那这个时候还是拜登这个时期，拜登强调的是什么？他使用的是洁净能源，也就是再生能源来填补这个需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他是这样吗？他完全不是，他认为这样太慢了，所以他完全不信任这些洁净能源，他要的就是核动力。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认为美国要盖非常多的大型的核电厂，反而不是，他推出了非常多的小的这个核子反应炉的这一种设备，这种设备配合的是什么？配合的也就是它的资料运算中心需要电力的时候，你就装一个核反应炉。那这个核反应炉是不是安全？那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发展一直都是东数西算，也就是它在东部，也就是沿海这边，它形成数据，然后它交到把这些透过快速的光纤交到西部去运算。为什么？因为西部才是真正产出电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关于风力的部分是在内蒙所形成的。我们看到冬天不是东北季风南下，内蒙就是第一站。那另外有关于光电的部分，内蒙跟新疆都是。那有关于水力发电的部分，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西藏以及云南。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洁净能源哦。中国大陆也因为如此，所以它的电力来讲是便宜的多，比美国便宜的多，而且它还在尽量的开发，也就是它未来的有关于无论是数据的收集以及运算部分，绝对比美国更具有竞争力。中美之间在科技战，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 EUV 原型机正式的曝光了。西方神话等于破防了吗？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中美科技是否正式进入脱钩倒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第一个 EUV 一直都被中国视为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是中国一直过不去的一个门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原型机正式的现身了，代表西方神话破功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EUV 的出来啊，其实是在相当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出来的，几个条件包括它是零进口的，而且是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所以出现了这个 EUV。
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封锁制裁是不是失效呢？最后也会来关心，除了 EUV 有这个正式的突破之外，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算力三雄的崛起，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打造完整的红色晶片链了吗？中美科技脱钩是否进入倒数？好，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界震撼消息，而且报道来源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西方媒体做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深圳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保密，而且是举国都动起来的一个超级大计划。这个计划呢，被称作是曼哈顿计划，主导者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丁薛祥。他们预估呢，2025年初就已经打造出了这个第一台的 EUV 的原型机极紫外光机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来源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也不限于过去好像只能做 DUV 而已。现在它已经确定了能够稳定的产出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光源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呢能够供应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全球唯一的供应商哦。而且呢，当初他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花了非常大的心力，烧了数十亿欧元之外，2019年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高达20年的时间，才在2019年勉强商用出来的这个 EUV。现在看到说大陆不到10年，恐怕就会被反超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候就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EUV 吗？如果真的成真，也代表正式打破西方认为 EUV 是中国永远过不去的一个门槛。赖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具名的一个报告了哈。所谓的报告是说他们采访参与这个极机密的核心人物的工程师，然后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证件，他的诉说。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要接触到这些工程师不容易。既然是换了身份证，而且身份级保密，而且整个设备都是在严密的警卫的管控下，那这个记者怎么能够接触到这一位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怎么愿意跟他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如果按照这个媒体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就是因为相当有可能他会牵涉到美国的法律的惩罚或者制裁的问题所以才要换身份证。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采访，去告诉给自己担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个报道所引用的，他直接贴身问到这位工程师，我想这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业界里面的消息是真的，也就是说这种传言事实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极紫光，因为这个极紫光的这个 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 ASML 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 ASML 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因为要到商业运用量产，他的估计是2030年。可是你知道，常常欧美人的估计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来去作为支撑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台积电的某创始人他当时也估计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要赶上要到5奈米或者7奈米，他认为不会很快，他搞不好认为还10年还几年都说不一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多久7奈米就做出来了，现在开始往5奈米、4奈米的方向在走，这代表什么？用个人的过去的西方人的经验来看中国问题，常常都会马失前蹄。
那因此，这位 ASML 的 CEO 他估计2028年可能性不大，2030年可能性才有。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马失前蹄，说不定不到2028年就做出来了。好，那同样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报道的真伪性。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有哪一些技术关卡是大陆要突破的？还很多了，还很多哈。这个目前报道说已经做到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因为极紫外光不是自然界的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光线。是，而且它是在真空中把那个锡变成这个气态的小锡晶球。在真空中用雷射照射，使它产生这种波长只有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所以它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会被吸收掉所以不太容易运用的一种光源但是它可以刻画出什么3奈米、5奈米、7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它的厉害是在这里，而且非常清楚的显眼，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做出13.5奈米极紫外光的这种新闻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你这个光线能不能做得出来是第一步嘛，可第二步现在有点比较困难，就是说你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个极紫外光收集起来，然后经过多重镜片反射，它几乎不能够任何东西吸收，所以一定要用特殊镜片来反射。目前这套特殊镜片反射的系统能够比较精准，可以到达用来做光刻机的，目前只有一家，叫做德国蔡司光学系统。对，那因为美国人不让这个德国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有没有哪一家？因为还没有任何消息说中国哪一家做镜片的、做光学仪器的，能够做到像蔡司这么等级的一个光学反射系统那如果这两个突破了以后，另外的就是精准的这个所谓的机械构造系统，因为你那个晶片移来移去就要很精准，咔嚓砰，咔嚓砰，我那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比较没那么困难度了没有那么困难度。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蔡司光学系统，因为这个光很讨厌就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要不然光很容易就消失掉很容易消失，不太容易伺候的，真的不能伺候。然后因为蔡司的光学系统那种镜面反射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做出来。目前还没听过哪一家公司做出来。那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这个上面，在硬体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的一个设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焦虑的事情，还有大陆现在也力拼它的算力，而且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好消息同步成型。3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木犀表现推出了首款全国这个产通用的 GPU 叫做西云 C600 IPO 首日飙涨了700%。再来看到算力三雄的总市值突破了1兆人民币，包括了算力三雄寒武纪、摩尔线程跟木犀。再来就是2025年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达到了1780亿人民币，3个好消息，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打造100%，有机会吗？红色的晶片供应链，中美科技可以脱钩了吗？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好，虽然说美国近期它答应这个给中国出口 H200的晶片，但是新款的 Blackwell 它还是不愿意卖给中国。对，可见美国在科技方面来讲，对中国小院高墙的这种科技管制持续手段还是有的。所以这种状况下，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那木犀可以说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木犀它的创办人叫陈维良。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那这个陈维良本身他就是 AMD 的之前的员工，那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做这种 AI 晶片。那他回到中国以后，自己成立这家公司来发展所谓GPU， 这个是 AI GPU 的一款晶片设计。其实他以前已经先在这上市之前。它已经有一个这种晶片出来叫 C500那 C500当初的规格是比照 NVIDIA 的 A100那款的规格但是它不以此为满足，它是因为这个晶片一定要持续不断的精进嘛，这个每天如果说你这个停止的话，你就是会退步，所以它现在在做的叫 C600这款晶片，那目前来讲已经成功了，
而且它整个制造过程从开始的 IP 设计，然后到晶圆制造，到最后封装测试，都是在中国一路完成的，可以说不用假借外国任何国家力量，它可以独立完成。我想也因为如此，它有这个能力。虽然说目前来讲，它比这个 NVIDIA 的这个 Blackwell 可能还要有一个差距，还没办法赶上。但是假以时日，它必然有机会可以赶上。尤其是说，它目前研发的是新的一款，已经开始在研发了，就是现在做到 C600嘛，对，它之后要做到 C700这一款。如果做到 C700的话，它的效能大概比照这个 NVIDIA 的 H100的水准，那就有机会更成功。也难怪这款晶片刚一上市的时候，不是晶片刚上，这家公司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价在当天马上飙升到700%，代表中国人民对这款晶片的信心度还是很高的。中美之间的 AI 晶片战争现在正式进入到下一个段位。今天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950挑战5奈米等级。赶快来看到，这是华为新一代的升腾950家族，确定呢会在明年2026年初就正式的推出，会有2种主要的型号，950PR 跟950DT，而且这一次还会首度的搭配华为自行研发的 HBM 高频宽记忆体，会是大陆第一次尝试在 AI 的晶片最核心刚刚提到的就是有算力，再加上记忆体的双核心上，等于是摆脱了来自于西方的供应链。制程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根据了解，会采用的就是中芯国际具有5奈米等级 N+3节点来进行制程哦。那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请教尚志哥怎么看的升腾950，如果采用中芯的刚刚特别提到这个 N+3的这个节点技术，算力表现是真的能够如他们预期的接近5奈米，甚至甚至是更高吗？那刚刚也提到了，还会首度的加入自行开发的 HBM 记忆体，在晶片上等于是有什么样新的一个技术吗？尚志哥怎么看？哇，华为不负众望，在2025年的年底之前，终于推出他们这个升腾950系列的晶片。大家一定要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晶片，所以华为现在一个是所谓半导体晶片，像手机里头那个叫半导体晶片，另外一个是 AI 晶片。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升腾的华为是 AI 晶片，所以它直接打击的跟竞争的就是辉达为主的部分的市场。那这次其实全世界在关注的这个升腾950晶片，首先大家外国特别关注它究竟是 N+2 7奈米或 N+3的技术，也就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做到 N+3，能够5奈米，而且可以稳定做那么多、做那么稳的话，那就表示这个中国大陆很恐怖5奈米已经非常熟了，而且表示5奈米它能够推出成熟的商品，就表示后面其他的可能3奈米、2奈米都往下攻了，都正在攻了所以这是国际很关注的。但实际上就市场上关注的是，它现在这个950PR 是比较基本款，也很厉害了啦。950DT 非常非常强它是每秒钟可以到4TB 的运算。晶片本身，当然我们现在拿跟辉达比吧。严格来说，跟辉达的 H200，还不要说他们的 H800最新的 H200，其实大概只有他们的运算功率的1半多一点点。看起来是不是落后辉达？不是要注意，整个华为在开发升腾晶片，可不只做这个晶片，它开发全部的系统，因为它要避开这些所有可能专利被卡脖子的地方。中国大陆最厉害的地方要注意，现在华为的 AI 晶片，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封装能力，在做这个晶片有它独到之处。第二个，华为自己的通讯网络能力很强，它的晶片彼此的沟通，可是比辉达的晶片彼此沟通要更厉害。这一次也有它的光通讯的独特之处。另外第三个，华为最来就是它的多晶片的架构，甚至叠来叠去。我过去在视频节目说过，它这个不能够多到最后变成是叫做 super cluster， 就是超级重级多的大的不了，连来连去，而且彼此大家都能很大的沟通。甚至它有一种叫做零渠，是它的专利技术，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可以存的效率渠道，是还大家不知道有多厉害。简单讲，华为的晶片虽然还是输辉达只有 H200的1半，但它整套系统端出来，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看起来是香饽饽，而且跟辉达最后比起来，恐怕不会输所以这次年底之前，华为这个 AI 晶片为什么一新耳目？国际很担心，如果你5奈米都可以做到，哇，那未来如果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华为的晶片会厉害到哪里去呢？好，这个是华为的 AI 晶片，现在这个美国看在眼里，当然也是非常的紧张了。那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也乘胜追击这个是彭博最新披露，其实也是非常的担心，因为大陆现在考虑要推出一项
金额700亿美元，换算高达2.2兆新台币的半导体奖励计划，是目前呢全球规模最大的，而且是国家支持的半导体计划。那 AI 沙皇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大陆先前拒买辉达的 H200，很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一套扶植计划，所以他们有了底气可以做这样的决定。那路透也说了，已经中国明确的要求了，说不得采购外国的 AI 晶片，会让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来流向本土，一直到2028，国产晶片制造商的市占率就可以突破到90%。辉达危机会在眼前吗？谢老师怎么看？一定会的，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产业的竞争，这个牵涉到国家的安全跟机密保护。我跟你讲，所有的芯片它都有内部的这个有这个程式，它可以给你关掉。这个所以这个连商业的很多这些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制造设备，它这个生产商它都有内部控制的这些这个机制的。为什么呢？我有朋友做这行，他说我们东西卖出去了，结果买货的人不给钱了，不给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说你拒止付钱，对不对？你挑毛病，我把你机器关了。所以这个关别人的机器，这个是做机器人，他的基本上他就有这个能力。你如果中国大陆在芯片上都是依靠美国的话，那美国哪一天把你都关了？另外，他后门城市把你机密全部收了。所以，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它一定芯片要自给自足的。它能不用你外国的，它绝对不用外国的。这就跟这个 GPS 一样，中国一定要搞北统系统的，不可能用你的这个导航设备的。所以，只要中国大陆能够生产出相关的设备的话，它一定不用美国的。所以NVIDIA 在中国大陆市场不会看好的，一定是慢慢被取代的。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国家的补贴是越来越多，主助经费。那事实上的话，这整个这个 AI 的生态这个结构，黄仁勋讲了，第一个电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第二个什么？芯片，还有它的这个生态系。第三个什么？基础设施。第四个就是 AI 的大模型。第五个是什么 ？AI 的应用。中国大陆只有芯片上面稍微差一点而已现在刚刚上次讲，差不多已经跟 H200差不多1/2的能效了那很简单嘛，你算力中心你一个，我用两个可不可以？我用3个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部分中国大陆一定会克服的，绝对不会在芯片上再依赖美国的芯片。好，这个是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它在加强这个国家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为了迎战大陆，美国呢也有一些推出了新的他们的制造方案，这是美国的几个学界，包括了史丹佛大学等等的学校，他们联手宣布的，成功制造出了这个号称是全球首个单片式3D 基体电路，号称能带来1000倍效能的提升。核心来带观众朋友看到几个点，他说呢，可以突破传统的2D 平面设计，把记忆体跟逻辑单元是直接堆叠在同一个晶圆上面，逐渐层建构。那么用的是低温制程，避免破坏这一些底层的电路，可以形成高密度的垂直互联，提升资料传输的距离。现在说这个是首款的3D 基体电路，但是其实被爆出说大陆之前也有公开过类似的这种堆叠键合的高度相似度，到底谁比较领先？干哥怎么看？你刚刚讲的非常科技，也非常科幻的，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副理事长魏少军他就讲说，我们也能做，而且我们的做法你有听过，但是你绝对不相信，我们现在到大陆已经做到。也就是说，真正的黑科技，它用14奈米的制程搭配18奈米的DRAM记忆体人工智慧晶片，结果你知道，他说我的效能可以媲美辉达的4奈米，哇，业界都睁大眼睛，这怎么可能？14奈米跟一个18奈米结合起来可以达到4奈米。他说我是用什么方法？我是用铜对铜的高密度连接，它可以显著提高它的效率，然后它可以减少什么？减少耗损的时间，你知道 AI 寻找的那个耗损的时间。那业界就说这个大概是吹牛吧？他说你认为我是吹牛吗？好，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大陆国家在这个明年它就会推出700亿美金的预算，也就是说700亿美金那大概是一个国家，我看是 GDP 了，已经不只是国防预算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萨克斯所讲的，萨克斯讲的很简单。
当初是我叫川普赶快卖 H200给他，为什么？有一天华为就赶上来了，结果现在我跟你讲，我不确定。萨克斯说我现在已经不确定了，因为我发现大陆不要，或者是说他说对于这个国内企业要购买那个川普已经同意出售的 H200，他这个大陆这边会有审核机制，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大陆它不是那么希望 H200卖过来。关于在中美之间有关于晶片的一个竞争，新疆现在最新推出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算力黄金已经碾压美国了。中国大陆大家在看它有一个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在这个时候横扫全球，它的设备是否还能够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呢？另外，封杀这个辉达已经推动了，正式的让中国大陆的晶片大爆发。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 AI 中美之间的战争的胜负，已经不是晶片跟技术原本的那些老路了，现在可能涉及到整体的，包括从能源算力到国家的战略。新疆刚刚提到的，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地壳级的翻转。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原本是戈壁的油城呢，现在华丽转身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算力帝国了。它有哪一些优势？赶快来看到，就是它的电价。先来看，其实呢，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东部沿海做相比，只有它的1/3。如果你要训练 AI 的话，你直接节省了将近达到70%的电力的电费。好，再来看呢，确实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冷，所以也适合这些大数据中心来做运行。所以包括了多家的科技大厂，华为、阿里跟腾讯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现在在 AI 的资料中心也达到了39个，而且它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直通中亚5国、俄罗斯，还有中欧班列这边可以直接到欧洲国家去，能源、商品、技术都很容易输出。现在黄仁勋他就非常紧张了，他也承认未来限制 AI 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我们想的晶片了啊，是电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讨论的就是电力，尤其在新疆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大陆超级算力的心脏吗？接下来中美 AI 的胜负真的吗？会如黄仁勋他刚刚讲的，不再是晶片，而是能源，而是算力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中国这个 AI 一定是电力是非常重要的那黄仁勋讲这一话这个抑制 AI 未来发展不是晶片而是电力，为什么呢？因为 AI 确实用的电是很凶，但是很关键一件事情 ，AI 要用的电因应未来世界的需求，全世界的共同的认识，要用的电是绿能的电，而不能是用这个有对这个地球有污染的所谓燃煤或者是这个烧天然气的这种电，是要用绿电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直不停的在发展所谓的绿电，包括我们讲一句话嘛，大陆有推一句话叫做这个东算西电。什么叫东算西电？现在来讲，发展 AI 的几个大型的公司包括 DeepSeek 等等这些，他们位置都在哪里？譬如说 DeepSeek 它的总部是在杭州上海，然后计算中心广州或者是这个香港深圳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在中国的东边为主。可是它电从哪里来？电从西边过来。西边来讲，我们看到包括清洁的能源，不是清洁能源，我讲的是绿能绿能包括什么？就是太阳能在新疆很多的太阳能发电厂，还有很多风力的发电厂，甚至于在西藏那边，我们看到它即将要新盖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力发电厂，还有长江三峡像这些电力来讲，都可以供应未来的 AI 晶片所计算所需要所用，而且它的伺服器可以设置在这些地方。好，那我们讲说美国呢？美国有没有电？它当然有电，怎么会没有电？那美国用的电，由于川普他一直强调，他还是要用石油来发电，用天然气来发电，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对我美国来讲经济发展很重要，所以他说是绿电都是在骗人的。对。但是他们美国现在来讲，会用一种取巧的名词了它因为需要大量的电力，大概很多大型的这种 AI 中心来讲，公司来讲，他们用的是核电，他们自己在盖核电，可是他不敢讲核电是绿电，他讲的是什么？是说清洁能源那确实是清洁能源啦。对，但是你未来如果说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来讲，要长期发展 AI 的这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绿电是避免不了，绿电是最安全也对环保，也对节能的。所以我认为说是黄仁勋讲的没错这个东算西电是中国现在正在规划做一个全班大局的规划。
好，东算西电，这个是未来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很重要的一个制胜关键。不是只是黄仁勋说，我们来看到几位大咖也是这样说。包括了黄崇信，他说什么呢？他是阿里巴巴的黄崇信，他列出了大陆的4项优势，他也是有跟黄仁勋一样，都有提到能源。那他也讲到了大陆的优势，还有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人才跟开源。那黄仁勋除了刚刚我说到特别提到的能源之外，他也强调了大陆的优势，还有晶片、基础设施、AI 模型跟它的应用。2位大佬针对大陆的优势，杨老师如何解读？可不可以说大陆已经掌握了这场 AI 的主导权？我觉得黄仁勋讲的5层蛋糕哈，看他讲的是能源、晶片，然后基础建设、AI 模型和相关的应用，以及就是这5个，就这5个 AI 模型，看它应用的层面就很广了哈，软体的应用以及各个产业的商业的应用。那在这里面到底美国，我们现在美国现在目前占了哪些优势呢？晶片、AI 模型、晶片，也许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6成到7成的领先，但因为晶片，你看像华为自己的升腾的910C。以及他现在用的就是 HBM 的技术，我们在这个节目都讨论过，那蔡委员都提过很深刻的这个分析。那其实也不能说很快的要后来居上，但是供应相关的这些使用其实有足够的空间了。那在 AI 模型这个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发展很多这种大模型，可是呢，它都是比较是就不是开源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从 DeepSeek 到千问到各个层面，它采取都是开源式。那你开源式的跟这种闭锁型的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开源型的它可以在量身打造未来，就是说经过第2层、第3层有一些特殊的产业，它可能可以适合它自己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越到后面反而成本越降。那因此，中国大陆呢，正如蔡崇信阿里巴巴曾经做过董事长的，他就说过，中国在 AI 有4个优势：能源、资料中心、建设成本、人才资源跟开源策略。能源这个刚才列将军就讲得很清楚了，中美之间在能源的这个比较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占优势，而且是干净能源。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那这个大概已经跟基本的基础建设也是中国大陆在这边整个制造业基础建设。然后呢，人才资源，那当然。黄仁勋自己讲了，5成的 AI 人员研究人员都是华裔，那当然人才资源，而且在中国大陆，它所需要的这些成本更为低，开源策略，所以现在因此有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成本。这个 AI 成本的概念，如果你拿中美来做这个 AI 争霸这个比较那因为真的现在还是初阶段，大家就比这个晶片然后比这个刚开始谁投的金钱比较多，所以媒体上给予大家的感觉就是哇，多少人孙正义投了多少钱，然后呢黄仁勋又投了多少钱，这个 OpenAI 募资多少，就觉得说好像他已经跑得好前面了，结果呢发现了他只在做晶片，那可是呢整个这个5层蛋糕发现到他那个蛋糕根还没有做起来，而中国大陆已经一层一层的开始在这个建构了，所以我觉得 AI 成本对于将来整个 AI 的争霸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中美的科技大咖都已经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在 AI 上面的优势，但是就是美国政府似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最新推出它决定要封杀辉达的一个法案。他说了，未来30个月，一切先进的 AI 晶片全面禁止出口到大陆。当然了，这个黄仁勋就很急了，他跑到华府去立刻见川普，告诉他说，因为他知道说，就算是 H200，大陆都不见得会购买，因为 AI 在中国大陆它的晶片正在快速的产能暴增当中，其中寒武纪科技目标2026产量3倍以上，那么中国大陆的晶片性能也是 H20的4倍以上了。张将军又怎么看？中国大陆不管在晶片产能或者效能全面提升之下，还需要辉达吗？我认为非常短期，它还需要，因为需要的话，它能够让它的整个的 AI 化更快。那长期的话，这不需要，长期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以3步走，你要注意到中国大陆的策略是很明确的。第一个，我们看你看大疆无人机，它在全球的市占率达到70%，所有全球任何一个做UAV 的无人机的，通通打不过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这个大量能源在中国大陆市占率是达到90%，全世界市占率是70%。那在美国市占率多少？在美国市占率如果是消费型的，它占90%，也占90%。你看那多可怕！美国 UAB 你做一架亏一架，那买中国大陆快啊，便宜啊。第二个，你看新能源车，中国大陆新能源车的自己的市占率占76%，占全世界的新能源车、电动车，它占了64%，2%，2%是中国大陆做的。